今天来聊聊2026年到底哪7台宾士休旅车才真正值得买？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有些宾士 SUV 真的是吃钱怪兽，保固期一到，它就开始时间到了自我毁灭。一家进保养厂没喷个20几万台币根本出不来，不过也是有那种骨骼清奇的优等生，除了定期的基本保养之外，完全不给你出头，一路开到30万公里都还顺到不行。这种车主通常都打算直接开到报废，根本没人想卖。今天我们抓出来的这7台才是2026年真正对得起你钱包的选择。偷偷剧透一下，第4名那台堪称是台湾中古车市里最内行的终极高 CP 值首选。废话不多说，先来看第7名。第7名，2022到2024年的宾士 GLS 450，这台大船总算对得起它好几百万的身价了。大家还记得2020年刚大改款的 GLS 450吗？那时候真的不行，一堆车友回报电脑死机，电控系统闹鬼，搞得像在开圣诞树，开一台几百万的宾士旗舰，还要天天提心吊胆，这像话吗？只能说宾士当年太急了，还没测试好就急着上市，割了一波最信任3星标的盘子。帮原厂做免费道路测试，撑到2022年之后，这台车才算真正补完。M256 直六引擎，362匹马力，还有超爽的正3排大空间。最香的是，现在折旧刚好到骨折的甜蜜点。状况好的车，市场上差不多200多万台币就能入手。新车主帮你折掉100万折旧，还帮你把首批车的 bug 都修光了。这时候进场接手最聪明。不过老司机提醒你，这台车全车系都是气压避震，没得选。买回来口袋，请先预留个几万块台币，准备翻新气压带。买这种大车就这点开销，认命吧。保养的话，1万5公里换机油，差不多快10万公里，记得换变速箱油。那跟对手怎么选？买 BMW X7 B58 引擎真的神，买 Range Rover 长得最帅，但那个坏到出了名的妥善率，中古车主真的会修到叫妈妈。比起来 GLS 就是中庸之选，路感比 X7 高级，妥善率又完胜 Range Rover， 而且在台湾宾士的保养厂和外厂资源多到爆，养起来最省心。这3台让你选，你要带哪一台回家？下面留言告诉我。重点再复习一次，锁定2022到2024年，2020、2021的首批车千万不要碰，那不是买车，那是买现成的维修账单。买的时候一定要看前车主的保养记录，气压避震记得顶起来检查。旗舰大船聊完了，如果你觉得3排座太大台，接下来这台车绝对会让你意想不到。第6名。2017到2019年式的 Mercedes-AMG GL43 代号 W166， 这是一台会让你忘记什么叫实用的 GLU。 大部分买中古 GL 的人图的都是舒适、空间跟妥善率，绝对没人想过这台大家伙竟然能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随便把路上的小跑车给放掉。但 GL43 偏偏两者兼顾，而且很多买家到现在都还没发现这个秘密。代号 M276 的双涡轮增压 V6 引擎，经过 AMG 核心调校，炸出385匹马力，搭配降低的悬吊和宽体车身，它的动态表现保证让开过一般版 GLU 的人目瞪口呆。这绝对不是那种只改个排气管贴个 AMG 贴纸的自嗨车款，它是换了骨头的性能猛兽，只是穿上了实用休旅车的外衣。那现在2026年状况好的车在台湾中古车市大概120万到160万台币上下就能入手。用一台国产新车顶配或是进口小休旅入门的预算，就能买到385匹马力和正宗的 AMG 工程结晶。懂这台车的人都在默默低调接手，根本不会想告诉邻居，因为这 CP 值真的高到太犯规了。不过想享受这种性能，有些代价是绝对不能妥协的。这颗经过 AMG 压榨的 M276 双涡轮引擎，脾气绝对比一般自然进气引擎还要娇贵。机油请乖乖在8000到1万公里内换掉，绝对不要拖。只要你敢称延后换油，这颗引擎之后赏你的维修账单，保证让你后悔没听劝。所以看车时，只要发现前车主的保养记录有断层或是保养里程拖太长，二话不说直接转身离开，没有妥协空间。锁定2017到2019年。拥有完整 AMG 原厂保养记录的 DRL43， 这是看车时最关键的指标。它是一台拒绝平庸、热血灵魂不灭的性能休旅。接下来第5名，风格完全不同。这台是专门留给想要100万旗舰气场却不想花大钱的内行买家。第5名，2018到2019年的宾士 GLS 450小改款，这台大7人座旗舰在临终退役前总算是彻底大彻大悟了。讲真的，如果你觉得刚才介绍那台新大改款的 GLS 450太贵，听歌的
买这台才是真正内行人的玩法。这代 X166 其实早在2013年就出来闯荡江湖了，前期车款问题确实不少，但宾士好歹抓了5年的时间来 debug， 到了2018年，所有通病早就被治得服服帖帖。这时候进场买2018、2019的末代车，等于是别人在前面当白老鼠帮你测试，帮你缴大笔的折旧学费，你直接在最后一刻进来收割最完美的果实。这种末代成熟度加车价大骨折的公式，懂车的早就默默在买了，外行的人还在傻傻看新车。肚子里这颗 M276 的3.0双涡轮 V6 引擎，362匹马力，搭配真的可以塞进7个成年人的大空间，开它去跑长途。那个底盘稳到跟坐大船一样，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累。重点是现在2026年，台湾中古车市差不多100多万台币就能圆一个大老板的旗舰梦。养车须知一样，复习一下，这台也是气压避震。口袋记得先准备一笔几万块的避震翻新基金，另外火星塞大概10万公里记得换。看中古车时记得去后面把第3排座椅的电动按钮多按几次，那颗收折马达如果挂掉，修理费绝对会让你肉痛。老话一句，只选2018和2019，前期款拜托跳过。锁定 M276 双涡轮引擎，看车时请师傅把气压、帮谱、避震器、车高通通顶起来检查一遍。经典款顶级旗舰还有 AMG 我们都讲完了，但接下来名单上的这2台修理车才是那些专修宾士的外厂黑手师傅，如果要自己掏钱买车时才会偷偷买的私房神车。帮客人修车跟自己要开，那完全是不同的智商税。来，跟紧了，我们直接看下一台。第4名，2016到2019年的宾士 Gale 350，记住哦，要选传统钢条弹簧版。这台车真的是懂车的人看了都会点头的无敌甜蜜点。你如果去问专修双臂的外厂师傅，预算差不多70-80万台币，想买第一台中古宾士修旅再全家，又怕被修车费搞死，要买哪一台？包准10个有8个会叫你买这台。为什么？因为2016到2019年式的末代车底盘已经没什么 bug 了，更重要的是它用的是 M276 3.5 升的 V6 自然进气引擎，而且没有那条随时会漏气的气压避震，坐进去一样是高级宾士味，但完全没有那些一过保固就会开始烧钱的复杂电子配备。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那干嘛不买 Lexus GX 460或是 Toyota Prado？ 没错，牛头牌妥善率大家心知肚明，大梁底盘配 V8 引擎，真的开到进棺材都不会坏。想买的人我绝对不拦你，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台钢条弹簧版的 Gale 350其实早就偷偷跟牛头牌一样好养了，而且它开起来的路感比 Lexus 帅太多，内装更有质感，跑高速公路更是稳到不行。Lexus 赢在骨头硬，口碑好，但宾士不管是气场还是舒适度都完胜。你是哪一派的？留言区直接开战，不要客气。这台车养起来有多轻松？它的维修大魔王大概念在15万公里左右，换个水帮谱就搞定了，其他就是时间到换换机油而已。比起那些整天在担心气压、避震、漏气、打气帮谱坏掉的车主，这台养起来省下的钱拿去带老婆小孩吃好料不好吗？所以买中古 Gale 是不是传统铁弹簧，绝对是这台车最关键的灵魂。选错了，你接下来几年就是在帮保养厂老板缴房贷。锁定2016到2019，买之前请师傅顶起来看，确认是传统弹簧再付钱。现在台湾中古行情差不多不到100万台币就能入手，非常划算。这台 Gale 350虽然没有大马力，不会让你高潮，但它有比高潮更棒的东西，那就是不坏。好了，老实人神车聊完了。如果你觉得这种传统 SUV 长得太老气，接下来这台绝对是把跑车灵魂藏在休旅车里面的终极钢炮。我们继续看下去。第3名，2017到2019年的宾士 GLC 300，没错，就是这台在台湾满街跑到快变制服车的 C 咖休旅。很多人一定会酸癌，这台不是竹科工程师或少年董仔的标配吗？有什么好推荐的？哥跟你说，大家骂归骂，但后期的 GLC 300真的香。2016年刚出来那一批确实是地雷，气门室盖漏油，冷车发动凸轮轴齿轮异音，修到车主叫妈妈。但还好，宾士在2017年之后把这些 bug 都抓光了。他肚子里那颗 M274 涡轮4缸引擎在小改款之后稳定度大爆发，在台湾保修厂零件多到爆，外厂师傅闭着眼睛都会修。重点是现在2026年台湾中古车价大骨折，差不多70-80万台币就能一圆宾士梦。241匹马力配9速变速箱，内装气氛灯亮起来，3星标方向盘握着，虚荣感直接拉满。
用国产车的预算买这台划算到爆炸，买这台只有一个不能妥协的死穴，去看车一定要当天第一次冷车发动，只要发动那一瞬间，听到引擎室传来哒哒哒的清脆金属敲击声，这叫凸轮轴十规链条并发，直接转身出大门，不用跟车商废话。买回家之后，油水顾得勤一点，8000公里就换机油，它真的不太会坏。对了，天窗排水孔记得清一下。这台车天窗要是漏水，里面的地毯跟电脑会直接泡汤。锁定2017到2019，没冷车一阴，没漏油。这台神车能卖到变台湾国民车，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后期款真的够稳。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冠亚军决赛了。第2名这台车，据说连那些平常只开 Toyota 的低调有钱大老板要换双 B 的时候都只认它，到底是哪一台？我们继续看下去。第2名，2013到2015年的宾士 GLK 350，这台方方正正的小吉普，就是外厂黑手师傅自己下班默默开回家的私藏好料了。讲真的，买这台车的人头脑都很清醒，他们不追什么大荧幕新科技，也不管车标够不够大。这群人通常都在修车厂待一辈子了，哪台车会顾路，哪台车开不坏，他们闭着眼睛都知道。当要花自己私房钱的时候，这群老司机10个有8个会去买 GLK 350。为什么？传统钢条铁弹簧避震， 3.5 升 V6 自然进气引擎，再配上稳到不行的7速变速箱，没有气压避震漏气的烦恼，没有涡轮过热爆管的复杂零件，它就是一台不给你添乱的乖宝宝。重点是现在2020，6年台湾中古车价已经跌到甜蜜点了，差不多30-40万台币就能牵回家。你想想看，一台大排气量纯正德国制造内装扎实到不行的宾士 V6 豪华休旅，居然跟隔壁棚的中古 Honda CR-V 差不多价格，这养车算盘打起来根本是在欺负人嘛。懂车的黑手师傅早就默默在社团收车了，谁会笨到跟邻居讲？他养起来真的很无脑。这颗 V6 引擎脾气好到不行，时间到换油水就对了。买车前记得看一眼天窗排水孔有没有堵住，避免大雨天里面漏水。还有去看车时记得叫车商用原厂诊断电脑把全车模组扫一遍，不要只看仪表板有没有亮黄灯，细节才是关键。锁定2013到2015年，确认是传统弹簧。这台车保养记录比里程数还重要，如果被你遇到一台30几万记录大满配的车，不要犹豫，直接秒杀。不然你保养厂的黑手邻居过2天绝对自己牵走。他看起来不时髦，开起来不激进，但他那种开不坏的底气，现在的新宾士真的比不上。好了，老派硬汉聊完了，接下来终于要揭晓全场第1名了。这台车号称是全台湾不分男女老少，买了绝对不会后悔的终极神车，到底是哪一台？我们直接来看第1名。第1名，2012到2015年的宾士 ML350，一样给我选传统铁弹簧版。这台大家伙真的是把前一代所有被车友骂爆的缺点通通改邪归正了。刚刚前面的 GLK 虽然好，但如果你需要载更多东西，想要更有大老板的霸气，还想要后座载人更舒服，又不想放弃 GLK 那种开不坏的妥善率，听歌的话买这台 W166 ML350 就对了。只要在车圈混得够久都知道，前一代 W164 的 ML 真的把车主害惨了。那毛病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当年车友俱乐部天天有人发文取暖，外厂黑手修到发家致富，二手车价直接跌到骨折。宾士当年脸都丢光了，所以2012年大改款推出这台 W166 的时候，真的是咬碎牙根要把面子赢回来，直接打造出过去15年来最被低估的神车。同样是 M276 那颗没毛病的 V6 自然进气引擎，同样是好养的传统铁弹簧，但车格直接大1号，那个开上国道的稳重气场跟后行李箱大空间，真的是 GLK 没办法比的。在台湾，一堆乖乖照顾这台车的老司机，里程数开过30万公里，甚至快40万的大有人在。引擎变速箱依然顺到不行，这不是运气，这是成熟末代车该有的底气。重点还是一样，只买钢条弹簧版。如果你买到配气压避震的，交车前一定要叫师傅去侧打气帮谱有没有快挂了，翻修费记得先从车价扣。另外，中古车记得翻开后面看后尾门边缘有没有生锈，买之前千万记得带去熟识的欧系外厂做 PPI 买前检测。现在台湾中古行情差不多40-50万台币就能把这头耐操大水牛牵回家，真的划算到爆。今天盘点了7台值得买的宾士休旅，我们不排名，直接教你怎么根据需求对号入座。预算大满配的现代旗舰选2022到2024 GLS 450X167，避开首批地雷年份。想当热血好爸爸，选2017到2019 GLE 43 AMG， 保养记录有断层就叫它滚。
100万内买超大气场，选2018到2019的末代 GLS 450X166减现成折旧甜蜜点中大型 SUV 的黄金标准，选2016到2019 GL 350传统弹簧版。好养教科书，市场严重低估的外汇神车，选2017到2019 GLC 300，后期款 bug 早就抓光了，30-40万买黑手私藏好料，选2013到2015 GLK 350，比中古 CRV 还便宜，空间妥善率两手抓的大水牛，选2012到2015M。L350 传统弹簧版雪耻代表作，买中古宾士2条铁律刻在额头上，过保固后铁弹簧永远完胜气压避震，保养记录永远比低里程更重要。拿不出保养工单的车，便宜100万都不要买。买车靠脑袋，看车靠原厂电脑，绝对不要瞎猫碰死耗子。好了，影片看到这里，你现在屁股下面坐的是哪一台宾士休旅？在下面留言交出你的车款、年份、里程数，顺便爆料你修过最贵的一张维修单是多少钱。如果你刚好买过这里面的车，结果修到想填海的，我也想听听你的血泪史。工单最精彩的车友，我直接把你顶至故事最扯、修到最痛的鬼故事。我们下期影片直接帮你做一集专题爆料，我们留言区见，拜拜。